我叫林树。3天前我觉醒了医疗系统，能看到病人头顶上的病根磁条。这是什么？只有病人头上有，难道这是他的病因？喝酒吗？喝。抽烟吗？抽。熬夜吗？熬，天天通宵。家属朋友先出去回避一下。大夫不用，这都我亲朋挚友，您直接说，我没啥见不得人的。你这是肾虚啊？发朋友圈，王少爷肾虚实锤了。你放屁！你个庸医，老子身体好得很。走，回医院。你不用怕，我能治这个病，只要你能配合。神医，快，起来！按这个方子，每天1副。林医生，没号了，留观区3号床新收了个头疼病人，赵主任在看，您去搭把手。好，这就来。先观察，大概率偏头痛。又来了，体温37.2摄氏度没过线，根本不算发热啊。医生，刚量过，怎么还凉？确认一下。37.2，温度无误。那标签怎么回事？阿姨，他平时没生病时体温一般多少？他身上一直偏凉，去年头晕我给他量过，才35度多，我还以为体温计坏了。基础35.5升到37.2，相当于正常人飙到38.2度，标签是对的。头痛、呕吐、发热，加上颈部阻力，脑膜炎。赵老师，3床基础体温只有35度多，现在的37.2对他相当于正常人发高烧。头痛合伴发热，需要排除脑膜炎。脑膜炎早期可以呈阴性。你的意思是我漏诊了？我觉得可以再查一次脑膜刺激症，或者做腰穿。你才来多久？急诊科，51岁男性，头痛3天半呕吐，体温37.2，基础体温仅35度多，高度怀疑脑膜炎，请来会诊。你们主治看过了？主治判断是偏头痛，但我认为必须排除脑膜炎。行，我过来看看。颈项强直，克氏症，双侧阳性。40分钟前赵老师查还是阴性，转阳了。谁让你打的电话？我自己。推处置室做腰穿。基本确定戏剧性脑膜炎，宋锦，上经验性抗生素。你电话打对了。医生，谢谢你。内科基础，这是什么？刚才那个患者病因是脑膜炎，刚好属于内科管。难道说只要我接待不同的病人，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都能获得对应的经验碎片？你绕过我，叫了神内会诊，结果是对的，人救回来了。但你是规培生，无权在主治不知情时越级会诊。如果上报，你考核会有污点。这次我不报，对外就说是我同意的，但教训必须有，3天内停诊，不许碰病人，去把规培和会展规范抄熟。看病是一样，规矩是另一样，2样都不能少。去吧。骑车被右转的轿车蹭了下，自己摔的，想看下擦伤。伤哪儿了？报警没？左手肘擦破，左肋骨撞了一下，不严重。没报警，我赶时间送单子，能快点吗4级，非急症，去那边等叫号。谢谢。
还在流，什么在流？骑电动车摔了，左侧擦伤，肋部撞了一下。外伤呢？我来。3天内停诊，不许碰病人。回去注意休息，这2天别搬重东西。疼的话吃1片就行，1天最多3次。行，我走了啊。我知道，马上完了，10分钟。你别扣，我不是请假，我是真摔了。行，我到了就上线。妈，没事儿，擦了一下，不用来。要钱下个月发了就给你转。行，晚上我去接朵朵，跟她说爸爸没事儿。步太稳，没有波，没有捂肚子，面色正常，呼吸平。左手肘纱不干净，擦伤还在流，为什么？体表没有任何东西在流，不是外面，是里面。左侧肋部撞击，脾脏爆膜下血肿，血在爆膜里面慢慢积撑破，大量血液涌入腹腔，失血性休克，延迟性脾脏破裂，腹腔内出血，血刺激膈肌，左肩会痛。不好意思。没事，左肩没有受过外伤，轻轻碰了一下就嘶了一声，腹腔内出血，阳性。赵老师，急事儿。你稍等一下。什么事？刚才进来一个患者，23岁，快递员，骑电动车摔的，左侧肋部撞击，陈元接的，清创包扎，开了止痛药，准备让他走了。我怀疑脾脏有爆膜下出血，他左侧肋骨下方撞过，脾脏的位置。腹腔内出血阳性，左肩有疼痛反应，却没有受过外伤，而且呼吸频率偏快。不好意思，今天有个急事儿，您下次再来，改天我给您加号。人呢？在药房取药。刚才那个快递员呢？23岁，黑色 T 恤，左手贴了纱布的那个。哦，他呀，拿完药刚走了。你干嘛？你不能走，你让开，你的肚子里面可能在出血。刚才那个医生都看了，他说没事儿。我知道，但我觉得需要再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哪儿都不疼，就擦了一下。你们医院不就是想多挣钱吗？我是急诊科主治医师，姓赵。你左边肋骨撞过？撞了一下，不厉害。你跟我回去，做一个检查，5分钟。如果没事儿，我亲自送你出来。5分钟？5分钟。赵学峰，行，如果查了没事儿，我投诉你们俩。你的脾脏有损伤，在出血，现在还不多，但随时可能加重，需要外科处理。出血？你左边肋骨撞了之后，脾脏伤了，血在里面慢慢流，现在还包在里面，但包不住了，已经开始往外漏了。要开刀？大概率要。多少钱？有医保吗？有，农村的，异地。那能报一部分，具体的费用住院之后结算。你现在的情况必须马上住院治疗。我没钱住院。你现在不处理，血会越来越多，脾脏爆膜撑破的时候，你会在几分钟内失血性休克。到时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是来不来得及的问题。我女儿晚上还等我去接。我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来，你告诉我号码，顺便让外科的人赶紧过来。打我妈的！收上去，准备手术。明天开始你可以接诊了。
下次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来找我。外科基础，看来我判断的没错，碎片按照接诊次数增加，也不知道及其会发生什么条件。那快递员进来时心率多少？98，我量了，我看到了98，但我以为是疼的，没往别的方向想。医生，胸闷，2天了，一活动就压了个东西。抽烟吗？血压、血糖怎么样？抽。30多年，1天1包。有高血压，吃药不规律。我爸是心梗走的。医生严不严重？下午还约了下棋。先看心电图。ST 段压低，V4最明显，约0.5毫米，正好卡在正常变异与异常的灰色地带。ST 段有点低，不太特异，查个心肌酶吧。前2次它指向了体温和内出血，这次什么在变化 ？ST 段压低，V4最明显，约0.5毫米，正好卡在正常变异与异常的灰色地带，会导致心梗。我需要第2张心电图。化验结果正常，需要每隔30分钟到1个小时复查1次心电图。这么久，为什么做2次？对比看有没有动态变化。我就是闷一下，在家躺2天就好了。我老婆非让来的。既然来了就查清楚。1小时从0.5到1.5，动态 ST 段压低，不稳定型心绞痛。吴师傅，心电图比1小时前恶化了，你现在是不稳定型心绞痛，不马上处理随时会心梗。心梗？阿司匹林300毫克嚼服，甘肃钠净推，硝酸根优泵入，上监护，急呼吸内科会诊。医生，别告诉我老婆，她心脏不好，收住院我自己跟她说，你们别打电话。胸闷老头收上去了。第1张心电图和心肌酶都正常，你怎么想到复查的？危险因素太多，吸烟30年，高血压，家族史，加上胸闷2天，这种背景性单张不确定，必须看动态。有道理，我刚看 ST 段不够诊断标准，就没往动态方向想。走吧，赵老师让你今天交班汇报这个病例。今天加个病例讨论。林树。男，62岁，胸闷2天，吸烟史30年，高血压，父亲心梗去世。手诊心电图 V4、V6 ST 段压低约0.5毫米，心肌酶正常。基于多重高危因素叠加，1小时后复查 V4 压低加深至1.5毫米，确诊不稳定型心绞痛，已收治心内科。心肌酶正常，临床指南常以此作为低峰分层。在拿到正常的化验结果后，你依然决定复查心电图。具体决策依据究竟是高危因素叠加，还是第1张心电图的 ST 段改变本身？2个都有，单独看高危因素不够。但2个叠加在一起，我觉得必须要排除可能存在的危险。心肌酶正常的情况下做这个决定，在流程上是偏积极的。你的判断没问题。动态心电图监测在高危胸痛患者中的价值经常被低估，不错。今天还算轻松，是还算轻松。换班了，明天见。内科2个碎片了，还差3个。外科还是1，急诊碰上的外科判断太少。还没吃饭？吃了，食堂吃的。最近收了一个棘手的。什么情况？一个小女孩10岁，反复低热1个月，跑了3家医院没查出来，转到我们科了。我们科几个人看了都没头绪。陆老师也没确定方向，该查的都查了。反复低热1个月，早点休息。你也是。
你好，周涵在吗？周医生在查房，你等一下，他快完了。好，谢谢。颜色变了，这淡绿色还提示不止一个，难道是不止一种病？来借书，走，去办公室。看哪张？儿童不明原因发热，3号床那个女孩苏锦年，10岁对吧？来1周了，你自己看。免疫方向基本排了 ，ANI 阴性，补体正常。前2天他说左膝盖有点疼，但查体无红肿 ，X 片也正常，暂定生长痛。确实棘手，书看完还你。值完班还看文献，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发热的小女孩，想看有没有漏掉的方向，免疫指标全正常。陆老师想再请风湿科会诊，但没证据啊。我现在最怕他妈，每天中午就坐走廊吃面包，不哭不闹，就问一句有没有结果。我只能回还在查，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他左膝盖还疼吗？活动后有点 ，X 片没问题，暂定生长痛。血红蛋白呢？最近一次108，之前外院查过112。你一个急诊的怎么这么上心？3家医院查不出来，挺少见的。你就是那种碰到难题走不开的人。对了，规培完去哪儿？辅导班报了吗？没想过。你这个人，算了，早点睡。不是感染，血培养阴性，白细胞正常，那到底在烧什么？我知道了，帮我调一下苏锦年历次的血常规，按时间排，看看血小板。285、310、338，3天是346，在涨。虽然都没超350的正常上限，但它一直在涨。再看血红蛋白，112、108、106，在降。血小板持续升，血红蛋白持续降，慢性炎症反应性血小板增多，炎症性贫血，再加上 CRP 偏高，血损快，他体内有一个持续的炎症过程，不是感染，不是经典自身免疫，那到底是什么？你什么时候注意到的？前2天。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跟陆老师汇报？你是他的管床医生，数据在那里，谁先发现的不重要，你去说最合适。再说了，我明天早上还要跟赵主任去查房。医生，我明明是肚子疼，查心脏干嘛？在医学上有一种情况，心脏的问题有时候会表现为上腹部疼痛。我们做这个检查是为了确保安全，先排除一下这种风险。40多岁，重力劳动者，每天1包烟，心血管高危人群，不在腹部那在哪儿？心电图排除了心梗，胸部查体也正常，难道在脊柱？肚子具体哪里疼？大概这儿。这儿疼吗？有点儿，但不是最疼的。疼！哎呦！反跳痛。CT 室加个急诊腹部 CT，3号床马建军。不在那里，指的根本并不在腹部，而是阑尾天生不在他指着的那个寻常位置。我过度解读系统，一门心思找罕见病，连最基础的全腹按压都忘了做。赵老师一手基本功就破了局。建军哥，没事儿，阑尾炎切了就好了。工前的事儿先放放。进度没涨，看来只有我自己推断出的诊断
系统才算数。陆老师怎么说那个女孩的病情？血常规的趋势排给他看了，但他认为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变动，住院饮食、反复抽血都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他打算怎么处理？继续观察，下周复查，若趋势还在恶化，再调整诊断方向。继续观察没错，但这家人要在病床上再痛苦的煎熬1周，你觉得他的决定对吗？有医学道理，不过下周复查时记得多加一个指标。什么指标？血清铁蛋白。如果是慢性炎症引发的贫血，铁蛋白会正常或升高；如果是单纯缺铁性贫血，铁蛋白会明显偏低。这两者方向相反，查这个能直接区分病因。麻烦问一下，周医生呢？林医生，周医生跟陆主任查房去了，还没回来。你昨天来过？本来找周医生还书，他不在，就顺便来看看你。那本医学教材好看吗？肯定没我这本好看。讲什么的？一只住在屋顶的猫能洞悉所有人的秘密，比如卖花奶奶其实不喜欢花，只是想找人说话。天天跑步的叔叔不是在锻炼，而是在找一条走丢的狗。在这里住了快2周了，一个人无聊吗？还算过得去，有书看，护士姐姐偶尔还发棒棒糖。你不是我们儿科的医生。你怎么知道？我确实不是，我在急诊科。那急诊科忙吗？挺忙的。既然那么忙，那你为什么还有时间跑到我们病房来？除了来还书，最主要是顺便来看看。看什么？看看你。听周医生提起过你的病情比较复杂，所以比较好奇。哦，林医生，你的眼镜是不是很重啊？什么？因为你一直在推眼镜，刚站在门口推了一次，走过来推了一次，刚才说话又推了一次，是不是鼻子上出汗老往下滑？你观察力确实挺强。因为住院实在没事干，只好到处瞎看喽。你是？妈，他是急诊科的，说是来找周医生还书的，他们认识的。你好，我姓林，正好是周医生的邻居。哦，林医生好，我免贵姓方。那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我先把书放在周医生办公室，再会。好的，您慢走。林医生，下次你可以买那种带着挂绳的眼镜夹，挂在脖子上，它就不会再一直往下滑了。系统提示的不止一个病程线索，还有那孩子的左手，那种异常的指甲弧度，绝不会是无缘无故发育出来的。3号床留观，头孢屈松皮试没问题，就上2颗静滴，加点布洛芬退热，体温降到38度以下就结账走人。在变窄，什么东西在变窄？水。听我的，把嘴慢慢张开，张大点，让我看一眼。最凶险的气道阻塞信号。你再看一眼，兄弟，自己克服一下，嘴再张大点。大光，看他的左侧深处。快上多参数监护查血氧，血氧96，还能撑，立刻10毫克地萨明静推压住水肿，马上给我拨耳鼻喉急会诊，急诊3床高度怀疑扁桃体周围脓肿压迫气道，马上叫主治带穿刺包下来保命，另外床边放到气管切电包备用，憋死就当场切。舒服多了，谢谢医生了。只差最后一块了。我确实查了嗓子，我看的真真切切，就是最经典的化脓性选桃体炎的长相，跟教材上画的一模一样。中间不过才隔了12分钟，而且太常见了，
急诊每天随便接诊6、7个，所以我压根儿没细看他外在脖子的轮廓。他进门说嗓子疼，我就理所当然觉得那是因为发炎。我甚至没去甄别他张开下巴到底有多难。今晚如果你没跨大步跑过来多看那一眼，这个人就死在了我开的结症单前面。你在10几米外打字，什么都没碰，到底看到了什么？我站在床沿看透12分钟的东西都没看出来，你凭什么能觉察到？路过看他的时候，他验水抬头，发现左脖颈微弱不对称，加上含糊的沉闷声，这2种外在压迫表现拼在一起，很明显不是简单的发炎。就这样，角度偏差问题，换个方向我也看不见。这事儿，老子承你个大恩！铁蛋白结果出来了，铁蛋白235偏高，血溶蛋白102，一周掉了4个点，血小板358，第一次明确标出正常上限，贫血在恶化。陆老师怎么说？这次他没法用住院波动搪塞了。医务科急诊陆明，苏几年情况不对，申请风湿免疫和血液科联合大查房。结论呢？风湿科说依据不足 ，ANA 阴性，让继续观察。血液科下周1才来。这几天有新症状吗？前天他说左眼干涩，揉了好几次。陆老师考虑是病房空调太干，左膝盖还是微痛。查过他的眼底血管吗？眼底没有啊，查那个干什么？普通感染排除了，自身免疫排除了，风湿科查不出，左眼干涩，眼底血管。暂时不确定，先等血液科的结论吧。林医生，芳姐，他这2天越来越不想吃东西了。周医生把联合会诊的情况跟您说了吗？说了，说还在查。芳姐，您中午平时在哪儿吃饭？就在走廊尽头的排椅上凑合2口。其实楼下的职工食堂很便宜，家属也能排队打排骨。食堂太远了，走个来回得10几分钟。如果他中间醒了喊疼找不到我，会害怕的。你又来了，今天没有推眼镜。可能今天没出汗，路过看看。哦。他心慌的厉害，已经拖了1个星期不肯来看病。今天干活差点栽倒，我硬给拉来的。多大点事儿，就是心跳的快了点，不碍事。您能具体描述一下您的症状吗？我这心跳它不是跳得快，它是乱蹦，没规律的蹦。您最近有什么不舒服的吗？没有。体重有没有下降？没有。他瘦了，他那皮带的扣眼都往里面挪了2格了，那裤腰松垮垮的。我那是裤腰松了，我饭量没减，我还增加了呢。我半夜我都饿得心慌。您一顿能吃多少？晚上饿得心慌，以前1碗饭就饱了，现在顿顿得吃1碗半。去旁边拉个心电图出来。P 波彻底消失，变成了杂乱的 F 波 ，RR 间距绝对不等，典型的心发心房颤动。手掌温热潮湿，掌心沁出一层滑腻的薄汗，咽一口口水。去给赵老师签字。心率在加速崩盘，代谢在加速燃烧，甲状腺正源源不断地把过量激素倒入血液，疯狂鞭打着心脏，把全身上下所有器官当成燃料在烧。完美的甲亢性心房颤动，大夫，随时会要命吗？甲状腺引起的并发症，吃药能控制住，死不了人。去内分泌科吧。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呼气受阻，这是典型的3O 症先兆。左下肺大面积实变，或者胸腔积液。原来如此，每次集齐5块碎片会让我医术提升，仅凭直觉就能判断。4号床那个吸氧的病人是谁管的？是刘医生的床位。去跟刘医生报个备，让他给4号床加急拍个胸片，重点探查左肺底。好的。先有慢性炎症，随后发热、左膝痛，接着贫血、血小板升高，最后暴瘦。左手不对称的杵状指，为什么只有左边？只有左边，说明病变是局部的。什么东西只影响身体左侧末梢的血供？是直接来自主动脉弓的左锁骨下动脉。如果它发炎闭塞10岁女童晕厥半跌倒，额部外伤，意识丧失约10秒后自行恢复，母亲嗜睡。他说想上厕所，我说扶他，他硬要自己走，刚迈了第3步就倒下去了。眼睛。查底，前表擦裂伤，不深，不需要缝合，双侧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轻度意识障碍。95分60，低了。10岁女孩正常收缩压不该低于100，低血压导致脑供血不足，一站起来，血压掉过维持意识的阈值，人就栽了。为什么血压偏低？杵状指，不可逆的慢性末端缺氧体症。极度不对称的末端血管缺血，人体内到底什么疾病能单侧掐断一根大血管的血流？休打给我。怎么会差这么多？右臂95分60，左臂68分35，收缩压整整差了27，跳得很弱。跳动力度正常，血压差这么多，是不是袖带松了？要不要再量一次？不是袖带的问题，68、35。杵状指是左侧，脉搏虚弱是左侧，所有的炎症指标根本不是什么找不到来源的原发病状，来源就是血管壁本身，大血管在安静的燃烧，烧了整整3个月。打个电话，请赵老师马上来一趟。现在？现在。说，右臂血压95分60，左臂68分35，双侧收缩压差27毫米汞柱，左侧劳动脉搏动明显减弱，右侧正常。左锁骨下区可闻及持续性的血管杂音。持续3个月低热 ，CRP 及铁蛋白升高，血沉偏快，血蛋白持续下降，血小板持续升高 ，AN 阴性，补体和骨穿未见异常。左手单侧杵状指部局部左膝关节游走性疼痛，明显消瘦。10岁女童，大动脉炎。稽查主动脉及主要分支 CT， 现在立刻打电话通知影像科，就说急诊科要紧急加塞。大动脉炎，罕见的儿童大动脉炎。你以前见过？结合书本和查体推断的。等出结果吧。主动脉弓层面，左锁骨下动脉起始段。叫风湿免疫科急会诊，你现在就开申请，附上 CTA 结果，诊断直接写大动脉炎。林医生，到底是什么怪病？大动脉炎是一种免疫系统引发的血管发炎偏门病，它心脏出来的主血管管壁发炎增厚，导致血管变窄，左手和脑部严重缺血，才引发了晕倒。之前的发烧、贫血、暴瘦，全是因为身体在跟发炎的血管打仗，消耗太大了。能治吗？能。
我去儿科帮他收下东西，送去风湿科。谢谢。你是他的管床医生，诊断也是你下的。我在他床边站了3周，每天看化验单，却从没把历次数值排在一起看趋势，没想过查铁蛋白，更没想过量个双侧血压。你没怎么见过他，却全看透了。昨晚急诊接诊了一个儿科住院患者，10岁女孩，反复低热3个月，辗转4家医院未确诊，因晕厥送急诊。经查底发现双侧上臂血压不对称，左侧髎动脉搏动减弱，左锁骨下区可闻及血管杂音，急查主动脉 CTA。左锁骨下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左颈总动脉起始段管壁增厚，降主动脉上段管壁不均匀增厚，诊断结果是大动脉炎，已转风湿免疫科，目前开始激素治疗。初步查检判断是林树做的。可以啊，你小子。你来啦。今天吃了什么？粥，还有一个鸡蛋，鸡蛋是白煮的，蛋黄有点干。昨天吃了半碗面，今天能吃1碗粥了。护士姐姐帮我寄的。新的？周医生送的，他说鲸鱼比猫大，让我看看大的动物。医生说指标在降 ，CRP 从12降到了7，昨天量的体温36.8，2天没烧了。谢谢你，林医生。没关系，这是我的职责，没什么问题，我先走了。来，介绍一下，你就是林树。对，就是他，就是那个4家医院查不出来，他查出来了。大动脉炎，10岁小女孩，住了快1个月，谁都没辙。你知道他怎么查出来的吗？量了个血压，给小女孩量血压的时候，发现不对劲，2只胳膊，一个高，一个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别人就是没想到，4家医院没有一个人量过双侧血压，挺厉害的。他就这样，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这样，闷骚型。大动脉炎我只在书上见过，教科书上就1页纸。所以啊，1页纸他给看出来了。林医生，大动脉炎的事听说了，你之前让周涵查铁蛋白看趋势，也是你提醒他的。我们只是讨论过，谢谢你的讨论。你是先注意到杵状指的不对称，还是先注意到血压偏低？先是杵状指，什么时候？第2次去病房，看他拿杯子喝水时，发现左手食指和中指的弧度更大，有了方向，但到急诊量了双侧血压，才最终确认的。可以，这个案例我整理到下个月的培训课上，你的名字会列在整理者里。基本功很重要。下个科室是普外科，你的内科底子是优势，但在外科别太依赖它，先学会用手。走吧。听说你要去普外科了。挺好的，外科能学到不一样的东西。什么时候去报道？马上就去。你在这里的时候也挺好的，你会是个好医生。这个位置不太好切。你是新来轮转的林树，魏明川，你的代教。来，先认一下科室。护士站吕护士长管，医嘱有问题他会找你，跟着就行。换药你明天开始跟，碘伏、纱布、腻子的位置今天记好。
手术室在5楼，鞋套在柜子里，别穿反。那是顾然，住院医，他比较忙，挑他不忙的时候问。走，去办公室。你先管12床、13床、14床，不多，先熟悉。12床今天要拔引流管，少于50毫升，且呈淡黄色的可以拔，拔的时候来叫我。对了，你那个大动脉炎的案例我听说了，诊断做得漂亮。不过到了这边先放一放，外科靠手，你的手我还没见过，下午拔管的时候看看。好。新来的林树，今天报道的。引流管今天能拔，我早上看过了，量不到40，颜色正常。让魏老师带你拔，别自己动。你来。第一次都这样，明天上了手术台会更陡。老爷子别紧张，肚子上打3个小孔的微创，1小时就下来了。术前准备都做了，凝血查了，好，9点半上台。好，队长啊，开始了啊。顾然，你来分这一段腹横筋膜。补片固定好了，最后3针皮肤缝合。林树，你来。间距不均匀，第1针和第2针差了2毫米。没关系，皮肤缝合是基本功，回去练100遍就稳了。感觉怎么样？还行，就是喘气的时候刀口有点疼，能忍。肠鸣音每分钟3到4次，恢复正常。体温36.5度，心率78，血压平稳，腹软，切口愈合良好。您先好好休息。林医生，14床的抗凝药呢？低分子肝素是腹腔镜术后常规预防血栓手段，你没开。我现在立刻补开。以后术后医嘱对着清单开，别凭记忆。我在急诊能精准定性它，却在术后常规管理里忘了上这道最重要的保命锁。复印的，我刚轮转时也漏过药，这张给你用。谢谢。怎么又来查了？再看一次。有点疼。哎呦！反跳痛。微创术后，远离切口的空白地带出现腹膜刺激症，腹腔里绝对有不明刺激物在游走。最常见的术后游走物只有一种：隐匿性渗血。魏老师出情况了，14床右下腹存在轻微的腹膜刺激症，亚痛阳性，反套痛可疑阳性，且完全不在切口附近。什么？赶紧去病房。查个血常规，做一个腹部 B 超，血红蛋白比术前下降了8个点。腹部 B 超显示右下腹区域存在少量游离基液暗区，少量渗血，量不大，先观察，补液扩容，4小时后再复查血常规。如果血红蛋白还在降再说。你既然看切口好好的，怎么想到按右下腹那个位置？习惯，查底时习惯把每个区域都走一遍，不只限于切口附近。急诊教的？好习惯，留着。14床有渗血现象的话，加液量医嘱调整了吗？马上开。
哟，听说你今天在台上缝合被顾然挑刺了？太正常了。顾然外号2毫米，缝合误差必须精确到2毫米以内，他连进修生都骂哭过。长这么好看，愣是没人敢追。你想啊，万一亲个嘴，他嫌你角度偏了2毫米怎么办？不过人家技术确实好，我导师说过，有人愿意当面挑你毛病是好事，没人挑才可怕。你服不服？你看，跟他说话永远这副德行，纯正的闷葫芦。可以，继续保持。小林医生，谢谢你啊！不客气，您慢走。不是石头。您好，我是管床医生，做个入院体检。最近体重有变化吗？瘦了一些，大概瘦了多少？半年前体检的时候72公斤，现在大概66吧。6公斤。深吸气。疼，吸气没有中断，腹肌没有抗拒。胆囊触痛症可疑阳性，不典型。怎么了？没什么，查体正常流程，后天手术前再看一次。您先休息。胆囊触痛症可疑，体重半年降6公斤，左锁骨上窝无痛，固定硬结节，这是 Verk 淋巴炎，腹腔恶性肿瘤转移的标志性体征。CT 报告的胆囊壁增厚，如果不是炎症是肿瘤。如果按照急性胆囊炎去做腹腔镜切除，微创根本切不干净，一旦打开发现是胆囊癌，准备不足就是医疗事故。我需要证据，增强 CT。或者淋巴结穿刺活检。魏老师，22床的入院查体有几个发现想跟您说一下。胆囊触痛症不典型，按压胆囊点的时候让患者深吸气，吸到底了，没有中断，疼痛是钝的、持续的，不是锐痛。胆囊炎的胆囊触痛症不一定都典型，慢性的有时候就是钝痛，急性期也有不典型的。患者半年体重下降了6公斤，72降到66。他自己和家属都确认了，6公斤。他说胃口不好，以为是胆囊的问题。还有呢，左锁骨上窝可触及1枚淋巴结，大约1厘米，质硬、固定，无压痛。走，我去看看。我再给你查一下。加个增强 CT， 腹部加盆腔，明天上午做。22床的手术先停了。22床手术停了，为什么？胆囊触痛症不典型，体重明显下降，左锁骨上有淋巴结。Vertical 淋巴结。胆囊癌，至少 T3期。侵犯浆膜了，胆囊管旁和腹主动脉旁都有淋巴结转移。不是胆囊炎，从来都不是。我去找韩主任。增强 CT， 确认了，至少 T3。腹柱脉旁淋巴结多发转移，腹腔镜肯定不行了，让肿瘤科会诊，先做 PET CT 看有没有远处转移。术前谁查的体？林树。凭左锁骨上淋巴结，体重下降加胆囊触痛症不典型，综合判断出来的。让他继续管这张床。CT 结果提示不是单纯的胆囊炎，目前考虑有占位性病变。我们已经安排了 PET CT 和肿瘤科会诊。严重吗？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判断，我们会尽快。阿姨，后天上午做 PET CT， 之后肿瘤科会出综合方案。医生，占位性病变是不是就是癌？
等检查最终确定，您放心，我们会尽快。谢谢。中极竟然要集齐10块碎片。肝脏、胆囊床附近有2个小的高代谢灶，最大径约1.2厘米，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多发高代谢，远处转移，肝转移加淋巴结转移，分期至少 IVB， 手术指征没有了，建议化疗，吉西他滨加顺铂方案，先评估一下肝肾功能。转肿瘤科，化疗方案让他们定。你去跟22床说一下转科的事。小林医生，我要转楼上去了。化疗方案肿瘤科会详细跟您说，有不舒服随时按铃。谢谢你查出来了，要不是你查出来按胆囊炎开了刀才知道，那就更麻烦了。您好好休息。一直借钱。预判对了，今天2柱不错，手开始跟上了。还差最后1块。你知道呼吸内科最多的是什么吗？咳嗽，全是咳嗽。上午看了12个患者，11个咳嗽，还有1个是来拿报告的。我现在听到咳嗽就条件反射想停肺。昨天吃饭旁边有个人咳了2下，我差点把听诊器。那你来呼吸内科正好，以后专门治咳嗽。我不要，我要去骨科多好，咔嚓一下就接上了，干脆利落。不像呼吸内科，咳了2周了还在咳，你说急不急人？你呢？外科怎么样了？听说你又查出一个厉害的。什么病？胆囊癌。我去，入院的时候当胆王炎收的。你怎么看出来的？查底。又是查底。你是不是手上装了 CT？ 别人拿手摸一圈什么都没有，你拿手一摸就摸出个癌来。人呢？患者怎么样了？转肿瘤科了，化疗啊？那算发现的早吗？不算，已经转移了。操，算了，不说这个了，吃饭。诊断支气管炎，建议换种抗生素，继续抗感染。把前几次的血常规调出来，看趋势，看白细胞和嗜钻性细胞的变化。看病不能只看一个点，要看一条线。嗜钻性粒细胞在涨，反复干咳，2轮抗生素无效。你再想想，还是支气管炎吗？查个 IgE 扩敏源。急诊送上来一个女，43岁，急性腹痛 ，CT 显示肠系膜上动脉周围异常，请的外科急会诊，推上来了。晚上7、8点开始疼的，以为吃坏肚子，结果越来越疼，在家扛了几个小时。魏老师，急诊送来个急腹症，43岁女性 ，CT 提示肠系膜血管异常半积液，血压偏低90/60。先补液升压，查血常规、生化、凝血，做个腹部增强 CT。我给您查的体，尽量放松。弥漫性压痛反跳痛轻度，肠鸣音减弱但未消失，不像肠坏死或穿孔。手指疼多久了？半年了。早上起来发僵，以为是风湿。脸转过来，面向光。脸上这红斑晒太阳会加重吗？平时长期口腔溃疡、掉头发吗？夏天会加重，溃疡反反复复，洗头也是一把把掉。我都以为是上火和年纪大了。把他裤腿卷起来。稍等我一下。白细胞低，血小板低，不是感染，不是失血，是骨髓移植或者免疫破坏。白细胞2.8，血小板89，这血象不对。如果是单纯肠系膜缺血引发的应激，白细胞应该升高。开个腹部 CTA 看血管，先补液稳血压。魏老师，我查底发现了一些腹部以外的体征。什么？
双手近端指尖关节对称性肿胀，面部可见蝶形红斑，日晒加重，双下肢网状青斑，自述关节痛半年，口腔溃疡反复，重度脱发，加上现在的白细胞低、血小板低、尿蛋白双加号。你怀疑什么？你怀疑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腹痛可能是狼疮导致的肠系膜血管炎，是自身免疫性的，免疫指标已经加急开出去了，最快明早出。先做 CTA 看血管，如果是栓塞必须手术，如果不探查，万一肠子坏死了，我先给韩主任打个电话，通个气。这种决策不是你我能定的。韩主任，抱歉，这个点打给你。急诊收了一个急腹症，情况有点特殊。CT 提示肠系膜血管异常，但血象不支持单纯缺血。管床的规培学生查底发现了一些自身免疫的体征，怀疑 SLE。对，我也觉得不太像常规的外科急腹症。CTA 马上做，免疫指标急查了，最快明天上午出。好，明天早上您来看一下。好，韩主任明早来看，今晚先做 CTA 稳住生命体征。你这个判断如果是对的，血管炎得用激素压，不是刀能解决的。但如果是错了，等我们等来免疫指标的时候，肠子可能就不行了。不是刀能解决的，但如果我错了，代价是一截肠子，肠系膜上动脉没有栓塞，管腔通畅，但小肠壁阶段性水肿，微小血管走形模糊。今晚先保守治疗，禁食补液，剧痛用坚苯3分。你死盯着，有变化随时叫我。韩主任明早8点来自己定夺。抽血，急查血气分析和乳酸。是。乳酸2.8，肠道正在缺血 ，ANA 抗核抗体阳性，低度1:640。CTA 排除了栓塞，但乳酸在升，肠道在缺血，小肠壁阶段性水肿，如果继续发展就是坏死穿孔，穿孔后再开腹那就是急诊手术。被动手术的死亡率你们都清楚。我倾向探查，腹腔镜先进去看一眼，如果有坏死迹象就地切除，没有就关腹，至少心里有数。韩主任，患者的查体有一些腹部以外的发现。说，双手近端直肩关节对称性肿胀，面部颧骨区域可见淡红色皮疹，对称碟状分布，双下肢散在网状青斑。患者自出关节痛半年，口腔溃疡反复，脱发加重1年，日晒后面部红斑加重，血常规白细胞2.8，血小板89，尿常规蛋白质2个加号 ，ANA 抗核碳体阳性，低率1:640。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ANA 抗核抗体阳性能说明什么？感染也可以抗核抗体阳性，药物也可以，1:640是高低度。感染引起的抗核抗体通常是低低度的，而且它有6条以上符合系统性红斑狼疮分类标准的临床表现。抗核抗体呢？延迟了，实验室说需要复测，预计中午出。你让我拿一段正在缺血的肠子去等一个中午的化验单？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按系统性红斑狼疮治，大剂量激素冲击，钾强龙，对吗？如果在激素治疗过程中肠道穿孔了，我们摸不出来，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感染性休克。给你1个多小时，10点之前没有确诊依据就上台探查。你跟他盯着，乳酸每小时查1次，超过4，不管有没有结果，直接上台。还有1小时18分钟。魏老师，我想请风湿眼翳科紧急会诊。确定？确定。检验科、普外科，周雪梅急查的补体 C3 和 C4能不能优先出？患者姓周，周雪梅能不能优先出一下？我们这边急用。好，我这边申请。你要是对了，你救了他一刀；你要是错了，韩主任那边我担着。医生，他更疼了，
急诊不是说可能要开刀吗？怎么还不做？我们在治疗，补液和止疼都在用。那怎么还是疼？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应该开刀看看？急诊的医生说可能要手术的，怎么上来了还不手术？他在里面疼成那样，你们就……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在治，我就是怕。我理解，进一步的检查结果马上就出，很快会有明确方案，不会让他一直疼的。不爱吗？你们催的补体 C3 出了0.21，C4 还在做。正常下限是0.9，0.21这么低。收到，谢谢。入围标准抗和抗体阳性，附加标准各项计分，总分超过10分即可分类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关节炎6分，蝶形红斑6分，血液系统7分，肾脏4分，补剂 C3 降低3分，总分26分，远远超过确诊需要的10分，够了。正常值的1/4都不到，极度降低。加上关节炎、蝶形红斑、蛋白尿、血象双低，加上这个0.21的补体和1.46分的抗和抗体，不需要等到中午双链脱氧核糖核酸。0.21这么低？韩主任，补体严重降低，结合抗和抗体高低度及多系统表现。我是拿刀的外科大夫，我不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最终诊断必须由风湿免疫科来下。他们人呢？快到了，还有20分钟。20分钟后，如果风免科的人没到或者不敢签字，我就按外科的规矩推人上台。林医生，从昨晚的2.8整到了3.4，超过4，缺血就会逼近不可逆的坏死临界点。林医生，刚才那个大主任怎么走了？急诊不是说要开刀吗？他疼的衣服都湿透了，到底什么时候切？我们在等一项关键指标和专科会诊。如果是我们怀疑的那种情况，不能开刀。开刀不但解决不了缺血，反而会有生命危险。不开刀他就不疼了吗？你们是不是没把握治？实在不行我们转院行吗？转院的路上，肠道如果发生穿孔，就是感染性休克。我在盯着他的乳酸，手术室的门是开着的，请您再给我20分钟。我是普爱林树，你们的会诊医生到哪儿了？应该在路上了。封免的人还是没来，在路上了。27床的换药我做完了，你今天不用兼顾别的床。周雪梅，哪个床？这边。活动期系统性红斑狼疮基本确定，狼疮性肠系膜血管炎、小血管弥漫性免疫炎症，切了也没用。只要免疫细胞还在攻击血管，你截掉这段肠子，换一段接上，一样继续缺血。建议立刻钾强龙1克冲击，连续3天，后面的肾脏损伤归我们管。暂缓手术，上激素。手术室别撤，通知麻醉留人。乳酸继续查，腹部体征如果有任何我不喜欢的变化，随时推进去，没有商量。你去跟病人说，这个病只能药物控制，不定期来医院复查。结果定了，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自身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攻击了肠道血管，才痛得那么厉害。他脸上的红斑、掉头发、关节疼，全是一套树根上结出来的果子。林医生，这病能治好吗？不能治愈，但绝对可以控制。规律吃药，按时复查，他不会再面临随时切肚子的危险，不会在半夜疼得冒冷汗。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能过日子就行，那就控制。大夫，痒，钻心的痒。前天挂门诊，那个医生说伤口长好了，有点痒是疤痕增生期正常现象，让我涂祛疤膏，但我涂了没用，半夜痒得睡不着。在里面，不是疤痕增生。忍一下，可能会有一点疼。
真的舒服了，就这玩意儿折腾了我1个多星期，神了！医生，你怎么看出来的？线头排异，消个毒就可以走了，不用靠医疗设备，凭直觉诊断愈发明显。这是今年的第3次了，临床干了15年，胆囊、阑尾、疝气切了几千个，手术做的再漂亮有什么用？升复高必须要2篇核心期刊论文，没罕见病例，没前沿数据，我拿头写。什么东西？周雪梅的病例整理，从急诊以极负重误诊送入，到大血管插体，再到免疫指标补体、急降、拦截、保守治疗，整套时间线 CT 截图，用药前后的乳酸对比转折曲线，我全都按时间顺序做了归档。大动脉炎引发的肠系膜血管炎，普外科极低概率的免疫急腹症，差点上了手术台。这个案例的罕见程度和病理反转条件，完全符合一篇高质量个案报道的标准。你自己整理的？是。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当医做法？韩主任查房的时候，是您扛着压力开了那个紧急会诊，您没放弃。谢了林树，去干活吧。16床下午要办入院。没法活了，没法活了。下周规培生阶段考核，全科理论加操作，过件率不到65%，考不过扣大半个月绩效还延期。本院规培生也这么卷啊？这次外科卷面的大题是胆道系统的解剖变异，除了手术台上的大主任，谁在书上能记住那些七拐八绕的副胆管？老子本来想去骨科掰大腿的，现在要被下水道图纸，要疯了！体温正常，引流液少于10毫升且清亮，肠鸣音恢复。18床符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出院标准，可以办出院手续了。哎，没喝酒，进了几车冻虾，这边档口离不开人。你别操心我，早点喂完老二睡觉。行了行了，明天一早的货我发完就回去。林大夫，能走了吧？我车都停3天了，停车费都快够我买半吨带鱼了。先别急，我看一下腹部切口。疼吗？不疼了，神清气爽。后背有点酸，正常吧？这病床垫子太硬，右边肩膀胛骨这块酸的不行。你不能走。为什么？刚才护士都说我全合格了，想多收我1天床位费啊？跟费用无关，你的腹腔里可能有渗漏。把18床出院撤了，他不能走。开什么玩笑！我查了3遍标准操作程序，体温、血象、引流全达标，那是固然主刀的手术，你凭什么说不能走？他打了个嗝，我判断他有无法解释的膈肌受刺激症状和右肩放射痛。打个嗝，睡的肩膀酸就是停院指标。他在急诊那套疑神疑鬼能在外科用吗？他连腹膜刺激症都没有。腹壁没有，是因为漏液极少或被大网膜包裹，暂时只刺激到膈神经支。他现在走出去，最多12小时包裹失效，胆汁大面积喷发入腹腔，他连再进医院的机会都没有。谁说我的病人有腹腔渗漏？18床膈神经受击，我怀疑术区有隐藏漏液点，残端漏或解剖变异，我需要调取腔镜录像确认。跟我来。我让你亲眼看看我的太夹夹的有多干净。解剖标志清晰无变异，缝合完美。我在树也待了20分钟，没看到一滴液体，哪来的渗漏？倒退30秒，把肝床中上1/3区域放大。第4脑室外侧孔，迷走胆管。你知道第4脑室外侧孔发生率不到1%吗？引发严重胆漏的连1/1000都没有。你仅凭他打了个嗝，就去推断这10万分之一的概率。除了胆汁刺激膈肌支，没有别的理由能解释他的膈肌痉挛和右肩放射痛。如果真的是第4脑室外侧孔管漏，胆囊窝现在已经被胆汁蓄满了。只要他一下床，有剧烈的动作，被大网膜勉强包裹的胆汁就会溢入游离腹腔。唯一确诊的办法是做 ERCP 插管造影，但这有10%的概率诱发致命的重症胰腺炎。如果他没漏却死于胰腺炎，林树这个字你敢签吗？我18床你不能走。林医生说了，万一出事我们负不起责。
老子签了自动出院，后果自负，单子都交了，你们凭什么限制人身自由？冯建国，把包放下，你腹腔里兜着胆汁，负重动作会把包裹膜撑破，少吓唬人！顾然，丁楠，把电梯按住，通知9号手术室和麻醉科准备插管。魏老师，我来叫，直接开腹。吸，血压掉到85/55了，感染性休克已经启动。老魏，搞快点！冰盐水冲洗干床，干砂条，给我干砂条，压迫止血。就是他，5杠0的聚丙烯缝线，持针器。顾然，你来缝。缝合处干干净净，无一丝渗出。大量温盐水反复冲洗腹腔。第4脑室外侧孔，10万分之一，但我没看见，漏了就是漏了。如果不是你按下那张出院单，他现在已经死在冷电车上了。他打嗝的时机太巧，我看到了才有疑点。而且，你那3针缝合间距一模一样。组织那么脆，换做我，根本挂不住底层的筋膜。明天下午3点，普外换药室，带一块新猪皮，我教你普外的高张力简章缝合。高张力简章缝合，遇到脂肪厚、张力大的腹壁，急诊那种前脚的间断缝合，12小时就会勒割皮肤，导致切口裂开。看好层次，远进远出，近进近出，距离创源1厘米，垂直平面90度，不是斜着挑，是直着扎到底挂深筋膜。看懂了吗？你来。停，支点不对，还在用死力气，立起来，进，出。你眼睛毒，把内科线索拼得像雷达一样准，但在普外，眼睛再毒也不能替你拿刀。再缝200针，差不多能上台缝腹壁了。什么左腹右腹肝管，这就够乱了。为什么还有什么迷斗胆管？这种几10万人里才出1个的变异，主治医生一辈子都碰不上一回。考这玩意儿，谁要是能答出来，我管他叫爹。切除胆囊后，如果不注意，断端会向腹腔持续泄露胆汁。最明显的早期临床表现之一是胆汁刺激膈结引起的短促阿蒂和右肩房射痛。我靠！你怎么连这种骨灰级的犄角旮旯支点都背下来了？你哪来的时间看这个？没背，昨晚刚开腹掏了一个。明天考核怎么办啊？他妈的，那块模拟硅胶皮也太硬了，持针器稍微偏一点就弯针。我刚打完第3个方节，时间就到了。下一站考什么？最后一站第6站 SP 极为重症问诊，这届请的 SP 演员演的特逼真。跟你说个通关秘籍，进去之后千万别发散你那些福尔摩斯式的思维。SP 演员脑子里只有一个剧本上的标准答案，你问偏了，主考官在单项玻璃后面直接判定扣分。这就是一场你问我答的填字游戏，按着模板走，胸痛就问放射痛位置，腹痛就问大小便，千万别下医嘱要求做冷门检查，考场上根本没有那张化验单给你，当个没有感情的通关机器就行了。下一组014号考生请进入第6考站，015号考生请准备。疼，像刀绞一样。您以前有过心脏病吗？您家属呢？心理素质差，被患者情绪带跑，
未发现休克先兆，未优先评估生命体征，0分。林树，叫号，让他进。 015号考生，请进入第6考站。按套路走，别多想。您好，我是值班医生林树，您现在哪里最不舒服？猩红色。 最高级别系统警告，物理结构不可逆崩溃，这不是演戏。大夫，后背也跟着劈开了，后背撕裂样痛，血压飙升，撑爆血管壁，主动脉夹层。按剧本回答，拿满分过大考；不按剧本，别动，别演了，尽量缓慢呼吸。主考官，按暂停，停止考试。患者血压正在崩盘。 高度疑似 A 型主动脉夹侧破裂，给我推真的抢救车进来，立刻！沈主任，这学生是不是入戏太深了？要不要摁铃，判他违纪出局？切断6号站的倒计时铃声，去外面走廊把培训中心的备用抢救车推过来，快！主动脉夹层破裂先兆，双上肢脉搏不对称，左侧脉搏极其微弱，右侧极其亢进。他额头全是真实的冷汗，痛感从胸骨后直接向背部放射，呈撕裂样痛谱。这不是他剧本里的剑突下刀绞痛。抢救车里的血压计量右臂，220，收缩压220，舒张压130。药，去楼下急诊科拿药。 不，来不及了！裂开了，我感觉我的背裂开了。卡头不利，不能吞服，他现在吞咽困难，会误吸进气道。他妈的！通知心胸外科介入室接人，推车直接走员工电梯。撑住，连这10分钟都撑不过去，我这口药就白喂了。怀疑 A 型主动脉夹层，收缩压最高到了220，给了一把舌下含服的卡托普利粉末，现在降到170了。CTA 做了吗？没时间做，直接进介入室，台上做造影确认，血压还在往上冲，交给你们了。你怎么看出来的？不是表演，他额头的冷汗和颈部青筋在发生真实的自主神经痉挛，左手本能想抓东西，右手幅度却大于左手。我顺势摸了双侧桡动脉，脉也要查极大。在单向剥离后，我本来准备给你0分。你进去后没核对身份，没按流程查体，撕坏了病人的衣服，甚至把不明剂量的药压碎强喂进他嘴里。任何一条在考核里都是一票否决项。规矩是用来防庸医的，他保证出了事，流程上没人能挑出毛病。但规矩救不了夹层破裂。我签了你的成绩单，0分。这场考核作废，我会向科教科打报告，申请补考，不用延期，不扣绩效，报告我来写。你回去等通知，下次进去给我把那套死板的流程背熟走完。还有，药片粘得很碎，手法很野，在急诊干了几年的人都不敢这么干。刚才6号站闹哄哄的，还推车出去了。那 SP 演员演急眼了。他本身有基础病，
血压飙高，送心胸外科了。我操，真病了？那你算倒霉还是走运？考官让你重抽题没？没，考官判了我0分，我打断了流程。不过沈主任说会申请补考，补考也好。那演员要真死在考场上才不好了。走，回科室。王叔，您别绷着肚子，线勒得越深了，脂肪越化太厉害，张力全在皮上，我一碰表皮就外翻，普通缝法根本挂不住。小大夫别按了，太疼了。丁楠，我来，换带大号三角针的粗线，备2段输液管的长橡皮套管。外科空间直觉，开。手腕垂直90度，套管。哎呦，不疼了，小伙子，你这手劲儿用的巧啊！漂亮啊！这可不是咱们规培大纲里要求的，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手？前2天刚在猪皮上学的。林树，弄完了去趟办公室，魏老师找你。坐。论文定了，我是通讯，你是2座，有这篇核心，你结业考核笔试闭着眼也能拿优秀。投桃报李，你干的活我认。谢谢魏老师。下午院里开了个短会，你弄碎降压药硬塞进患者嘴里，推着抢救车冲下楼的事儿，全院都知道了。心胸外科的人问我，普外是不是藏了个怪物 ？A 型主动脉夹层差1厘米4到无名动脉，如果不是你强行喂进去的那口卡托普利压住了他出考场那10分钟的高压峰值，他根本撑不到开胸。但功是功，过是过，监控全省留档，你中断考核违反院染操作，成绩依然是0分。知道了，别急着点头。沈主任批了你的补考，也和韩主任重新定了你的去向，你不用去呼吸内科了。普外装不下你这双能透视的眼睛，沈主任觉得这还不够挤压你的极限。你在急诊和普外，病人还能告诉你哪儿疼，打个嗝咳嗽2声，但在 ICU 气管插管镇静肌松，病人不会说话，更不会对你的查体有任何痛苦面容。在那里面，你那套看脸色、看肢体动作的查体直觉全废了。你面对的是被机器剥夺了所有生物反馈的肉体，这是惩罚，也是测试。好好干，别让人抬着出来。会打抗滑结了吗？会，滑结打好后反向加一个防脱结。ICU 没有自己动手开刀的权限，但天天做深静脉穿刺打留置针。你这手好不容易磨出来的缝合力道，别去了2周又退化回急诊科的水平。不管机器上的数字叫得多响，记住，躺在床上的还是人。你在规培圈直接封神了。为了揪个群演，掀了考官的桌子。虽然拿了0分，但名声比满分还响。早啊，魏老师早。论文版面已经定了，下个月见刊。科教科那边我也去报备过，的2座身份了。这周末请你吃个饭，不叫别人，就我们组的几个。好，谢谢魏老师。你在新科室悠着点儿。兄弟，急诊出名，普外拿核心，但你现在去的地方，那没人在乎你是不是天才，活下来最重要。罗老师，我是林树。我不管你在急诊怎么看穿盲肠的，也不管你在普外怎么把切口缝得跟刺绣一样。ICU 不需要侦探，也不需要采访，这里是修理厂。人体的所有内脏一旦被推进这扇门，就是一台全线崩溃的发动机。在急诊和普外，你靠病人的组速、痛感甚至打嗝来判断病情。在这里，他们连自主呼吸都被我用肌松药剥夺了。他们不会叫痛，不会打嗝，也不会抱怨。你想知道他们快死了还是正活着？不要看脸，看数字，看 CVI， 看乳酸清除率，看氧合指数。去换隔离衣，13床在抢救。他的外围静脉全瘪了，中心静脉导管被血栓堵死，血压现在是55/35。我需要立刻在他的右侧颈内静脉重新打一条中心通道进去推药。他脖颈水肿成这样，超声的探头压下去全是脂肪，连颈动脉的搏动都摸不清。
颈内大静脉盲穿。林大夫，你有1分钟的时间，找不到血管，他就死在这里。1分钟。找不到解剖标志就换人，我来切开静脉。别送气。回血了，暗红，静脉。固定好了。好了。以后只要我在组里值班，遇上所有盲穿、困难治管的活，全算你的。你在普外没练完的管子，在这里管够，我倒要看看你这种靠直觉盲扎的手法，能在这扇门里维持1000%几的失手率。明白。刚才为什么不要超声的探头辅助？他全皮下严重的水肿，超声切面下去，全是皮下液体的无会生暗区和白色的脂肪伪象，屏幕上根本分不清哪里是甲状腺，哪里是静脉。那种时候，机器的影像反而会误导进针的角度，不如直接靠手指压迫寻找动脉搏动点来做反向定位。算你脑子还转得动，管子是打通了，命也强行拉回来了。但他为什么会全身水肿、脏器崩溃到这个地步？我们现在是靠着暴力的去甲肾上腺素硬拉着他的血压底线，管子里的药哪怕断上1秒，他依然会死。3个小时，把他所有的用药史、手术史和这10几项冲突的指标给我理顺。上午11点交班。如果你除了盲扎管子之外，不能告诉我引起他这场全身风暴的隐性到底是什么，今天依然不用去食堂吃饭了。白细胞28.5，降钙素原爆表，重度脓毒血症，秸秆540，24小时尿量仅110毫升，急性肾衰竭，氧合指数不到90，急性呼吸障碍综合征，心衰、肾衰、呼衰及晚期消克，多米诺骨牌已经倒到了最后一块。医学上没有同时生10种病的巧合，一定有一个推倒第一块骨牌的隐性。1周前，普外科皮切除，切口关上，没有内出血。为什么术后第5天会爆发全身性感染？术后第4天发烧，普外科按常规逻辑给了抗生素。10点半，比我给你的期限早了半个小时。怎么，在这堆烂账里翻出什么花样了？他的隐性不在胸腔，也不在血液里，这依然是个外科问题。他漏了。他切的是皮，皮是实质性器官，根本不存在漏。引流管连一滴胃肠液都没出，你告诉我哪里漏了？是遗漏。车祸不仅撞碎了皮，还隐性挫伤了那些紧挨皮门的胰腺尾部。证据呢？引流管刚好下在皮窝，漏出的胰液被吸走，掩盖了腹膜炎。但普外犯了致命错误，术后第4天引流液变浑，他们误当成普通感染，加注了大量静脉补液，这成了推倒他全身崩溃的最后一把火。
只要乙尾那个针眼大的破洞还在滴一液，你上再大剂量的升压药，也只是在维持一具正在从内部被溶解的尸体。普外韩主任，13床根本不是普通吸收热，是撞击导致的隐性遗漏。你们第4天的大剂量补液，直接把它推向了微循环衰竭。医学靠证据，如果是遗漏早爆发腹膜刺激症了，引流管也没有胰液特有的清凉粘稠物。引流管把胰液抽走了，变浑浊是周围脂肪被胰液消化产生的皂化斑。他现在的全身大血管通透性已经烂穿了，立刻下来开腹。化验单呢？你们 ICU 现在也靠肉眼看病了。韩主任，我是林树。如果他的引流液淀粉酶比正常血液高出500倍以上，能作为开腹指征吗？你在 ICU，5分钟，我下来。淀粉酶呢？送床旁生化仪，加急，只查引流液淀粉酶单项。通知麻醉科和手术室，送一整套备用的开腹气节包和电刀下来。要把他推上楼吗？他的循环已经撑不住进电梯和过道了，一搬动就会爆。不推了，把 ICU 的无影灯推过来，就地床旁开腹。大网膜完全沤烂了，吸引气。血压掉到70了，组织牵拉，迷走神经反射。林叔，去甲肾上腺素推速加倍。摸到了，胰尾局部坏死，有一个2毫米的破口，周围呈皂化斑改变。顾然，深图拉钩，往下压2公分，长尺阻断钳。室颤，肾上腺素，心脏停跳。除颤仪充电，200焦耳，准备完毕，所有人闪开。林叔，手。再来，让开。稳住了，朱涛，现在看你的了。他在去甲和多巴胺的极限刺激下，这颗心脏最多再撑20分钟。20分钟你不关腹，他依然会死。3个0的 Pro 线，远针。没有生物垫片，这线挂不住，再缝下去，整个胰尾都会断，到时候大出血，他连1分钟都撑不到。用最细的静脉留置针。剪下软塑胶套管，穿在缝线两端，当人工垫片做剪章缝合。剪刀，儿童留置针，穿进去。大量温盐水冲洗腹腔，双导管持续负压引流。你压胸骨力道太狠。断了至少3根肋软骨，后续可能面临连夹胸。但如果没你翻上床砸那几下，我们在切口找破洞的10秒钟，他的大脑就已经缺氧坏死成植物人了。没有夸张的跨界跃身，也没有预言未知的能力。在这个门里，任何一块碎片，都是我在烂泥里用手硬生生抢出来的。原因找得准，按压也够狠，
但不报备护士长私自抽取无菌管路液体，违反了防止逆行感染的红线。去吃饭，吃完滚回来把前10页重点手抄一遍，交护士长。ICU 不养孤胆英雄，只养能按规矩救人的机器。知道了，罗老师。卧槽！普外发了13床迟发遗漏的更正通报。林树，这里，老板加碗牛肉面，多加肉。你这第一天去 ICU 排场也太大了，跟你这心跳骤停的高端局比，我在呼吸科听谈声，简直像在养老院。在 ICU， 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一碗清汤面，不要葱。上次你剪的留置针软管有毛刺，容易划伤微血管。这是普外定制的弹性简章衬垫，专对付极易撕裂的缝合面，送你了。好，我留着。怎么会？上午查房他还说要吃橘子。好，我马上回。出事了，我手里的21床突然血氧掉到50，人已经发紫了，正在往 ICU 推，让我直接去门口等。怎么回事？21床，叫周瑞，才23岁，今年刚从学校毕业，就是个普通的发热咳嗽骨折进了呼吸科。他上午还跟我抱怨，说公司刚转正，这病得太不是时候，怕请假太久，老板不要他了。他还问我明天能不能带电脑在病床上画几张 CED 图。李叔，你把他弄回来，他上午还在跟我聊天啊。血氧45，心率160。他的肺完了，气体根本打不进去，典型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病程恶化速度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快的。上机。不是水，是水泥，大量渗出液在肺泡表面形成极硬的透明膜，他的双肺变成了2块灌满铅的实心铁砖。插管，给镇定肌松打断自主呼吸，我用机器高压把肺强行吹开。接呼吸机，纯氧通气，呼气末正压调到最高极限15。收缩压掉到60，减静脉努胀，张力性气旋，停机。维持低速透气，别强吹了，再吹另一个肺也得炸。他的肺罢工了，现在是往石头里灌风，去呼叫心胸外科。上体外膜肺氧合，不上他活不过今晚12点。机器开局5万，以后每天15000，让人通知家属，带钱和放弃抢救同意书来谈话室。机器上了，他现在靠体外循环活着，但肺什么时候好转，医学无法预测。这意味着从今天起每天15000，上不封顶。如果撤机，人立刻死。你们想清楚。借，今晚我们就打电话借。大夫，我家小子昨天还发微信说年底发了奖金，要给我买个带屏幕的手机。他才刚开始活啊，不能拔管，1天也不能拔。联系医务科，走贫困急救基金垫付，能拖3天是3天。林叔，急诊那些衰退的老人我能接受，但他真的只是23岁的第一份工作。你在急诊连罕见大动脉炎都能看出来，你能看出来他的肺到底还有没有救吗？激素、抗凝、抗炎，所有推演路径全被这块水泥堵死。看不出来。去把那见鬼的职业资格补完，别整天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坐在这儿瞪屏幕。如果你的脑子被那块水泥糊住了，在这扇门里，你就是个浪费电的废件，滚上去！ 1
哎呦，哎呦，大夫，我肚子疼，疼了一晚上了。平躺，屈膝。没感觉痛是吧？不痛。转移性右下腹疼，腹膜刺激征不典型，建议急查血常规。除此之外，腹部彩超，疑似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给急诊头孢类抗生素静滴。沈主任，这学生吃错药了，诊断虽然对，但态度比屠夫还冷血，这分扣下来绝对不及格。你指望一个刚在 ICU 亲手按断病人3根肋骨，满脑子都是挂在 EMO 上烧钱续命的同龄人，在这里对着一个装病的群演，展现如沐春风的同理心？过关，及格线，让他马上滚回那道千门里面去，这个考场装不下他现在的邪火。你就给他个刚及格的分儿，流程没走完，不敲打，这狂得没边的势头以后能把咱们院的手术台拆了。打个低分挺好，就让这平庸的分数做掩护。再过半年就是结业抢人技，帝都和魔都那些超3甲的老狐狸，每年都在偷偷捞实战里杀出来的苗子。我们就用这个不起眼的60分，给这把快刀套个伪装的鞘，让他死死闷在咱们院这口锅里。带垫片了吗？带了。过来，帮我撑开筋膜。顾晓，你再乱动一下，我就用电刀生割了你这条腿，然后让人把你抬到顾院长的办公室去。镊子夹不出来，沥青和机油已经完全进入了肌肉的微孔，固化了。只能强洗，压住它。姐能不能温柔点儿？再废话，整条腿给你截肢！谁让你天天骑那个破摩托？忍着。穿好裤子，从消防通道走，回去吃1个星期的头孢。如果再让我发现在医院10公里以内出现你的机车声，下次我就不打麻药，直接缝。谢了，今天的事儿。我也要谢谢你，顾老师。刚才冲洗沥青的手法，借我用用。我要去 ICU 洗个肺。周瑞的肺部毛细血管已经千疮百孔，一旦灌入大量液体，水压会倒灌进血管，几秒钟内就能把心脏生生撑爆。必须找一个缓冲区。大容量全肺人工灌洗，联合高浓度 PS 药液微爆破水泥一样的渗出膜洗碎，并剥离出来的物理方法。你在大夜班里熬出了幻觉是不是？他是重症 ARDS， 不是没尘病。他的肺泡壁薄得像一层进水的宣纸，你灌1000毫升生碘进去，水压会直接把他的肺泡壁瞬间压塌，那些水会全部倒灌进血液里。在水抽出来之前，他那颗因为重度感染而千疮百孔的心脏就会被这骤增的全身血液负荷生生憋停在胸腔里。你这不是在洗他的肺，你是在他肺里放了一颗水炸弹，直接淹死。
如果是普通人，心脏确实会立刻憋停，但他不一样，他现在挂着体外膜肺氧合，体外循环机就是他现在挂在体外的第二颗无敌心脏。在水灌进他肺泡，倒逼血液的那个极短瞬间，我们可以人工将体外膜肺氧合的转速拉到最高极限，用这台机器强大的超速离心流强行接管并抽走那股多出来的静脉负荷，用机器的极限涮速抵消灌水的灾难性血压，用吸痰管负压把那些洗碎的粘液抽出来，那层封死肺泡的水泥壳就能被撕开一条换气的裂缝。在 ICU， 推演能战胜医学，但战胜不了现实。你说的这个方法，在医学伦理上，这叫越界的超时印证使用，根本没有临床指南可以依据。他那个穿着破军大衣的父亲，是在砸锅卖铁拿全村借来的钱买这台体外膜肺氧合的续命时间。这种家庭的沉没成本已经到了极限。如果按常规制，人没熬过去那是命，他们会认，哪怕花了几十万，他们也只能接受，这叫人财两空。但如果是你强行灌水洗肺，哪怕出现1秒钟的转速配合失误，人在洗肺台上一断气，这个没有写在任何正规收费单和治疗指南上的动作，就会立刻变成他们倾泻绝望的宣泄口。在家属和医调委的眼里，你就不是在拼命捞人，你是在拿活人做不守规矩的实验。你会被钉在蓄意谋杀的耻辱柱上，这辈子再拿不起抽这气。报警！大静脉回心血量掉底了！推注200毫升胶体控人药，强行把静脉撑开。大叔，跟我来。大叔，那台15000的机器抽不动血了，不用等明天，今天下午人就会没。但是里面那个林大夫，他在昨天夜里算出了一种法子，一种可能把您儿子肺里那层膜洗出来的办法。那是个极端的豪赌，成功了人有机会活，如果失败，或者一旦管子里的水抽不出来，他会当场死在洗肺的手术台上，走得难看。所以主任不敢让你儿子上这张台，他怕你们最后落得人财两空，会去告他蓄谋杀人。大叔，我就是一个底层看感冒的，我不该跟你说这些，但那是我亲手接进来的兄弟啊！大叔，你敢不敢赌？通知药房，立刻去调50支高浓度的肺表面酯 PS， 全部放到恒温箱里，给我加热到37度。管子接好，药液稀释通道打开。你小子敢算，老子今天就敢把前途压在台子上陪你赌。给你10分钟，洗不下来，我们俩一起脱了这身白大褂，滚蛋！开管，灌水。准备，3、2、1，推注。回心血量彻底掉底了！胸腔里的高压如同一个无形的铁钳，死死掐住了周瑞的大静脉。如果不解决，周瑞1分钟内就会陷入心源性休克。超频！循环我撑住了，压不垮，负压进场，吸！气道风压下降，气阻变小了，机器快撑不住了。继续，停1秒，他都会死在手术台上。机器坏了，我担着。
收药，调整强心剂，维持基础心率。刚才这半个小时的操作，在交班记录里不要写什么大容量洗肺，就只写常规床旁支气管镜下极重度吸痰。这口锅虽然家属用血手印扛了，但在这小子能自己在这张床上睁开眼睛之前，我们俩依然是一只脚踩在悬崖上。机器转速降下来了，气道抽出200毫升絮状死膜，血氧回到80以上，没死在台上。谢了。罗医生，设备科驻点工程师刚走。昨天用在21床的体外膜肺阳核限度外超频，离心头主轴承深度磨损，厂家认定人为违规，不予质保，报销单108000。昨天下午你跳过全院审批，强开后备通道调取的50本非名录内肺表面活性剂，无法走医保和科室备用金，账面亏空4万5。递交医务处和财务科吧。报告我下午自己交到主任办公室。我为了抢救临时做出的越权决策，扣钱还是停班，我都认了。规培生没有签字权，这15万的死账，跟你们这群底层民工1毛钱关系都没有。去干活。这口锅不该他背。沈主任，昨天 ICU 在 ECMO 极限超频下，对重度大白肺患者进行了不合规的全肺人工灌洗，但这导致了15万3000的违规超标耗损。患者体征已恢复，如果正常上报，罗峰主治将面临内部审计和停职。找我没用，我在考场放你一马，不是让你恃才傲物去挑战系统纪律的。不，这对您有用，而且是双赢。这例将濒死 ARDS 拉出鬼门关的首创性实战操作，在处分单上是15万报税，但换个包装上报，它就是一份能为医院带来极大提升的前沿科研探索。我手里有全部血流动力学转折数据，如果由您牵头立项院级科体，这10几万的亏空就是一项科研先期投入。把原始数据送到我办公室，记住，如果数据我不满意，我不会批给你1分钱。拉爆机器，煽动大额白药，这笔账你那点绩效填得满吗？你去背锅，全科年终奖都要跟着砍。要是人死在操作台上，家属能把这屋子给掀了。老何，没打扰你骂人吧？昨天那例大白肺洗脱的病例我看了，很有意思。这个个案刚好填补了院里体外生命支持拓展的科研空白，这批前哨耗损直接走院级科研基金核销。这是一次有魄力的临床探索，让搞出这套算法的林叔把案例归号档，单子从我这签。1小时内把违规事故洗成科研突破，让沈月亲自下场擦屁股，绝对不是罗峰能做到的。出去吧，这15万的账平了。给罗医生的，糖分超标，提神。系统提示：击破多重呼吸系统不可耐技术性纤维化终局，完成生理极限超频对冲与大容量物理清创，脱离系统崩盘期。把那套染过水的隔离换掉，穿新的。
急诊通道刚推上来一个，吴外科半个小时前才结束的腹膜后肿瘤区解剖，老韩亲自下的刀，一滴血都没多出，结果在进电梯的时候，病人突然紫极翻白眼，血压直接跌到底，术后内出血，没有出血，引流带是干的，血常规和红细胞压积刚才全出来了，根本不缺血。韩征在上面找不出任何腹腔脏器崩坏的病因，但他凭空休克了，心率180，马上就要停跳了。那是韩主任亲自推上来的车，顾然也在旁边挤皮球。带上你的听诊器去3号床，30秒。上监护，快！血压掉到底了，测不到，紧急脉冲账。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深部血管壁我缝了3层，引流带里一滴血没漏，刀口是干净的，他凭什么休克？他凭什么在转运的走廊上突然闭气？大面积急性肺血栓栓塞，准备50毫克阿替夫明，静脉推注准备，极快速控溶。不是出血，45毫升连献血的零头都不算，也不是血栓，这么大体积的血栓，它根本下不了手术台，更不是心包填塞。不能推溶栓药，别扩容按压，大口径空气栓塞，致死量的空气卡在他的右心室和肺动脉的除瓣口了。水轮音，如果按压或者拉高心率，空气块会被打散成泡沫，永远堵死肺毛细管网。抢救床摇平，老韩，帮我翻他。床底踩锁。把平车尾部摇高，韩主任，如果不头朝下，空气会顺着重力浮进肺动脉，把空气困在心尖死角。抽大号注射器，顺着那根刚刚漏气的圆管漏。林树，从里面把那团躲在心尖上的空气给我硬生生盲抽出来！放平！那根右侧颈徐脉支管是开腹前我在台上亲手打的。打完管子，甘肃帽的螺母接头也是我本人亲手拧上去的，没拧到斯卡槽。一个主任医师犯了最低级的疏漏，我欠你们 ICU 一个人情，或者说一条命。下周早交班，我会在全院医务部大早会上做事故通报检查。病案成果：破解深静脉大口径空气栓塞，获得重症与血流动力学碎片成一，获得异物与隐性堵塞碎片成一。3天前，普外5组完成了一例后腹膜巨大血管瘤剥离术。由于患者高龄且瘤体位置极深，手术耗时4个半小时，术中出血量控制在50毫升以内，所有深处缝合和血管重建全部达标。但就在患者被推下手术台转移至重症医学科的走廊上，他爆发了严重的子庚休克、颈静脉怒张，并在3分钟内心跳濒临骤停。原因是这根管子他吸入了整整45毫升的致命空气，大口径深静脉空气栓塞，他没有拧死。空气就是从这个几乎肉眼看不见的半毫米死角里，像子弹一样射进了病人的右心室，彻底堵死了肺动脉阀门。因为这张照片里的管子是开腹前我在手术台上亲手打进去的，而这个差了半圈没有拧到底的塑料螺旋帽，也是我在下台前用我自己的这只手亲手拧上去的。
45毫升空气，半毫米的死角。我拿了30年手术刀，差点成了一个死板且傲慢的凶手。如果不是当时负责接收的 ICU 大夫林树冷静排除了我坚持的血栓陷阱，并顶着压力强行将患者头侧倒置，空抽气泡，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份递交给死者家属的死亡鉴定报告。出风头的事儿干完了，接下来是还债的时候。科教科批了你的15万核销，但这笔钱不能白出，明早之前交出一份能让省卫生委员会认可的超限大容量肺灌式血流补偿算法模型。看了你们在科教群里的课题申请，我就知道你会被左心室的腔体前负荷盲区卡死。拔开他的头，里面是普外科前年做全腹腔热灌注时，腔室极限对抗水压的所有原始参数。谢了，这套数据进去，那15万的账单算是彻底锁死了。你帮我们抽干净了空气，算扯平了。12小时前进的急诊，没外伤，没出血，体征平的跟午睡一样。为了跟男朋友赌气，喝了一口百草枯。送来的非常及时，急诊的绿色通道全开了。我们完美的执行了3次彻底洗胃，6小时血液灌流，外加全血浆置换。毒物中心的检测后半夜刚出结果，可以说是医学教科书级别的成功。百草枯毒素残留已经被彻底清到了安全线以下，甚至连一点肺泡纤维化的前兆都没发生。毒洗干净了，你们推上来占什么床位？毒是洗干净了，肾也保住了。可是3个小时前，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他突然陷入了深度昏迷，急请神内会诊。做完了床旁脑电图，没有实质性出血，没有肿瘤，但他的脑电波几乎平了，脑干反射微弱到了极点。神经内科给出的中期评估是毒物继发性极重度脑损伤。现在他是一具健康的植物人。脑干反射消失，肌张力为0，全身 CT 我在系统里看过了，没有大面积损色，也没有哪怕1毫升的颅内实质性出血。百草枯的氧化应激反应是不可逆的，它虽然没有在短时间内烧穿他的肺，但自由基毒素已经偷渡进了血脑屏障，不用折腾开颅探查了。神经元系统在这场毒物风暴里遭遇了化学性枯萎，脑损伤进入深昏迷，挂着营养液，让他在 ICU 走完最后这一程吧。我下去让急诊跟底下一大帮子家属交个底。我们在楼下把肝肾都洗得干干净净，指标全绿。现在却要告诉他们，人只剩下一副能呼吸的空壳了。你们的人也准备下。家属要是知道这个结果，今晚急诊1楼的房顶怕是要被掀了。快淹死了。神内主任下的定论是百草枯毒素突破血脑屏障，导致神经元枯萎。系统绝不会用淹死这种带有强烈物理膨胀意味的词，去形容化学毒素损伤。
大口径循环洗胃，静脉输入大量强效利尿剂和极低浓度的葡萄糖点滴，毒确实洗干净了，但重度低钠血症，短时间海量的无电解质纯水进入胃肠，加上急诊大规模非生理盐水洗脱，他的血液在几个小时内变成了一滩稀薄的淡水。物理渗透压法则，水分全倒灌进了唯一的高浓度防洪区——大脑，脑细胞吸水极度膨胀。这不是毒气烧脑，这是生生把神经元淹死在了脑里。不是毒烧毁的神经元。患者洗胃前，在家自我催吐，疯狂灌水5升。到了急诊，为了紧急稀释毒素，短时间内强行挂入巨量低渗糖水和强效利尿剂。血钠112，重度隐性低钠血症。大量无盐水涌入血液，血液被严重稀释，这就等于把他的血管变成了一条淡水河，水分顺着渗透压向下，全部倒灌进了这具身体里唯一的高浓度防洪区——大脑。他不是植物人，大脑也没有实质性死亡。这层皮囊下，脑细胞正因为吸满了水分而极度膨胀。这种没有出血的向内高压水肿，直接把脑干里负责意识反射的神经元全部挤压成了休眠态。我们3头老兵盯着百草库的毒表，竟然在一颗钠离子上踩了空，这是一场一元性次生灾害。3%高渗氯化钠注射液，200毫升准备。等等，不能直接挂普通管推高摄盐水，水肿都快把脑桥憋炸了，不马上补浓盐水把细胞里的水抽干，等脑畅死在床上吗？补快了一点点，脑细胞就会在反向高渗的拉扯下瞬间脱水、缩瘪、断裂。神经学里叫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水肿是挤压假死，但脱膜壁崩解是物理切断，真正的神仙难救。微量泵，上50毫升的大号定速推注泵，把3%高渗盐水抽进去，封死普通滴管的权限。当前血钠112，目标要求在第1天内血钠升高的幅度绝不能超过8毫摩尔每升。一旦跨过8这道红线刻度，他的整个脑干就会立刻崩塌。设定每小时15毫升。病案成果：破解水中堵性脑巢中央髓帛损解，获得内科经验碎片之一，新领域已激活中枢神经与极微脑损伤碎片。维持这个流速过了安全区，明天下午转回普通病房。带上你的单子，去普通病房慢慢写规矩，别在这扇门里再让我听见你搞出的要命动静。如果以后这里有什么需要，招呼一声，我随时过来当推管子的机械臂。你可算出来了！科教科刚下发的第1阶段规培成绩单，我擦72分。老子那个呼吸科的慢阻肺听诊，考官给我判了个沟通敷衍，擦着边死活过了。但你这也太憋屈了！那群坐在玻璃箱子后面的考官懂什么叫极限急救吗？他们这就等于是要在你的全国规培联网档案上糊上一坨擦不掉的污渍。走吧，成绩下发了就行，下个科室报到。